大家好，我是 Google 的 Recruiter Ching。為了協助即將參與 Google System Architecture 技術面試的工程師，我們今天安排了一場模擬面試，讓你可以更深入了解 Google 在 System Architecture 面試中的重點流程、需要注意的關鍵步驟、互動方式以及建議的做法。我們知道準備技術面試的過程充滿挑戰，尤其 System Architecture 的題目可能很廣泛又開放，所以希望這部影片能夠為你提供清晰的指引。在接下來的模擬面試中，我們邀請了2位經驗豐富的 Google 工程師，分別扮演 Interviewer 與 Candidate。他們將共同示範，讓你了解面試情境和互動。請注意，這是一個示範的問題，所以你不會在面試中遇到一模一樣的題目。然而，它代表了我們喜歡向 Candidate 提出的問題類型。這類問題可以讓你說明假設，優化你的解決方案，並借由開放的討論，讓我們可以觀察你的思考模式。在正式進入模擬面試的環節之前，我先為各位重點提示 System Architecture 面試的流程與問答技巧。首先，第一步是 Clarify the problem。Google 的 System Architecture 題目通常是開放式的，不會一開始就給出所有細節或者是完整的定義。這是為了觀察你如何應對複雜而且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因此，釐清問題的過程呢，你可以先了解問題的範圍。同時，也搞清楚處理問題的時候可能需要考量的各種因素。我們鼓勵你主動提問，來深入了解問題的核心和細節，確保你對問題的理解和面試官一致，這個會非常有幫助。那理解一致之後呢，你需要界定問題的範疇 （problem scoping）， 並提出你的假設，明確定義討論和答題的邊界，並將一個複雜的大問題拆解成更小的子問題。過程中記得你要持續跟 Interviewer 溝通，包含一起討論哪些部分是重點，哪些可以簡化或者暫時忽略。再來第二步是 Identify Key Components。當你對題目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後呢，你就需要開始構思解決方案的架構。這包含了幾個層面。第一個是 High Level Architecture。釐清問題之後，我們鼓勵你用 Top-down 視角出發，先描繪出一份系統的總體藍圖。你應該清楚地描述系統運作的主要流程和步驟。這個階段的重點在於流程和架構的完整性和正確性，不是寫出詳細的程式碼。第二點 ，Deep Dive and Technical Depth。當面試討論從 High Level Architecture 逐漸清晰之後呢，Interviewer 會引導你深入探討系統中的某個模組。這是一個在廣度和深度之間來回穿梭的過程。主要的目的是評估你對特定領域的掌握程度以及理解的深度。在 Deep Dive 的過程中 ，Interviewer 會觀察幾個重點。首先，他們會評估你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在複雜度和優化的可行性。這不但是展現你對這個領域的熟悉度，更重要的是你能夠從一個基本但正確的解法，逐步優化到更高效能的版本。我們鼓勵你主動提出系統潛在的問題和異常狀況，也就是所謂的 corner cases。那你更要能在討論中主動提出並且解釋應對的方式。在深入探討你的解決方案的複雜度，並且主動處理邊緣情況，是展現你對技術理解深度的好方法。System Architecture 的題目通常都蠻複雜的，也沒有標準答案或者是最佳答案，因此複雜的問題往往充滿了各種 trade-offs。Interviewer 期望看到你能夠辨識、分析不同選擇的優缺點，並且清楚解釋你做出特定決策的原因和它帶來的影響。這種能夠說明或解釋你的設計是評量的重要指標。有時候 Interviewer 甚至會要求你提出數學計算或者量化分析來支持你的設計選擇。此時你需要能夠解釋計算中每一個術語的技術意義，以及任何假設值的理由和潛在的後果。Interviewer 希望你展現批判性的思維，並且在沒有標準答案時做出 trade-off 的能力。Identify Key Components 的整個過程就像一位建築師在設計一棟大型的建築。首先會提出整體的結構藍圖，然後針對建築中的特定系統進行詳細的規劃和深入研究，並且在材料選擇、成本效益、功能性和美學之間做出明智的取捨，同時能夠合理的解釋這些選擇。最後就是確保我們提出的解決方案能夠同時具備可靠性 （reliable） 和擴展性 （scalable）， 特別是着重於如何偵測並避免故障，
detect and defend against failures. Reliable 可靠性意味着你的系統能夠在面對預期之外的狀況時，依然穩定運行並且維持功能。這包含了幾個層面。首先是錯誤處理與容錯機制。你的設計必須思考系統如何處理各種異常狀況，例如資料遺失、服務中斷或是單一組件的故障。系統即使遇到在部分損壞的狀況時，也應該能夠持續提供服務，或者在短時間內恢復。其次，我們需要思考資料一致性與持久性。一個好的系統應該能夠保障資料的正確性，並且在面對任何潛在的故障時，防止資料遺失。這通常需要備份、複寫、事務處理等機制。最後，可靠性也體現在預防措施上。一個好的 system architecture 能夠預見系統可能遇到的潛在問題，並且在設計初期就納入策略，避免這些問題的發生，而不是等到問題發生之後才被動處理。Scalable 擴展性則着重在你的系統如何有效處理增長的負載和未來的需求。一個具備良好擴展性的系統，應該能夠應對無論是用戶數量、資料量或者是交易量的增加，系統都能平穩的擴展，而不需要進行大規模的重新設定或中斷服務。這通常涉及到水平擴展，像是增加更多伺服器，或者是垂直擴展，例如提升單一伺服器的能力。此外，效能優化也是擴展性的重要一環。你需要思考如何透過各種技術手段來提升系統的效率，例如減少資源的消耗、縮短處理時間，或者是優化演算法以提高處理能力。在面試中，你通常可以先提出一個正確但不是最佳化的基本解決方案，然後你可以更進一步討論如何將其優化成更高效能、更具擴展性的進階版本。這種從基礎到優化的思維過程，能夠有效地展現你對技術的深度和問題的全面掌握度。幾項重要的面試技巧提醒：第一，持續溝通和互動 ，Think out loud and interact。在整個面試過程中，請務必說出你的思考過程，這可以讓 interviewer 理解你的思路，並且在你需要引導的時候給予幫助。積極提問，當你遇到瓶頸時，可以提問來獲取提示或者是釐清方向，不要長時間的保持沉默。時間管理 （Time Management）， 面試的時間是有限的。我們建議你有效地分配時間，確保可以覆蓋到問題的深度和廣度。希望透過接下來的模擬面試，你能夠對這些原則在實際的場景應用有更具體的感受。接下來，我們將進入模擬面試的環節。再次提醒，模擬面試中所使用的問題僅供示範用途，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大家好，我是毛，是位 software engineer， 我在這裡扮演 interviewer 的角色。大家好，我是 Kitty， 我也是 software engineer。那今天我扮演的是 candidate 的角色。那我們面試開始。這個問題呢是關於 Pixel 手機的更新設計。那 Pixel 手機出售給客戶以後呢， Google 會針對大部分的機種提供7年的軟體升級和維護服務。那我們會透過 OTA， 也就是 Over the Air 這個方式，發送最新的軟體給手機進行更新。那如果是你的話呢，你會怎麼設計這個系統？在 System Architecture 面試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就是互動。當你得到面試問題的時候， First Principle Thinking 的方法將其拆解成更小、更容易判斷的部分。這可以幫助我們將大問題變小，這是問題範圍界定 Problem Scoping 最重要的一步。在設計之前呢，我想要先釐清幾個問題。第一件事情是，我是要負責 OTA 從頭到尾的流程嗎？還是說我只要負責就是 OTA 載下來到手機端更新的部分就好？你要負責整個流程，不是只有下載之後更新的部分。那我会需要設計下載失敗的情況嗎？我們先假設下載一定會成功好了。那我需要考慮更新可能會失敗的情況嗎？要。但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這個問題。我想要先和你討論一下怎麼提供 OTA 的這個部分。在澄清問題這步驟，盡量和 interviewer 持續的溝通，用發問的方式來界定問題本身的需求，也借此了解 interviewer 所在意的問題面向到底是什麼。那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要問一下，OTA 更新的頻率大概是多高？你覺得呢？我覺得這也算是設計的一部分。如果給我來設計的話，我會覺得 OTA 的頻率大概跟 Android release 的頻率一致就可以了，因為基本上沒有新的 Android release，那出新的更新其實意義也不太大。
不過如果有一些比較 critical bug 要解的話，我就會覺得需要推出比較小、比較及時的更新。OK， 那你覺得什麼樣的 bug 才叫做 critical bug 呢？我覺得如果是跟 privacy 或是 security 相關，或者是說可能會造成系統 crash， 而且發生的幾率不低，那我覺得這些 bug 都算是比較 critical bugs。OK， 好，那我們接下來再做一些 deep dive 的討論。好，在釐清問題範疇之後呢，你就可以開始發想你的假設和潛在的解決方案了。剛剛你有提到說，更新的頻率只要跟 Android release 的頻率相同就好。好，這個蠻容易理解的啊，因為沒有新的 feature release，我們更新也沒有用啊。那你也有提到說，如果有 critical 的 bug，那我們就要增加更新的頻率。好，這個也很容易理解。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就想問你說，那為什麼我們不就固定每2個禮拜更新一次就好呢？我覺得更新的頻率跟我們的 server cost 其實是正相關的關係。越長更新，其實對我們的 server 來說負擔是越大的。而且除此之外，我覺得越長更新，其實對於 testing 應該負擔也會比較大。因為在我的理解中，要出一個 release， 在那之前應該要做比較完整的測試。那如果每2個禮拜就要更新一次，就代表每2個禮拜測試 team 就需要去做很完整的測試。那我覺得對他們來說負擔也會很大。好，那聽起來很合理。還有別的原因嗎？我覺得另一個原因是使用者體驗。因為如果你每一次更新，你就要使用者重新開機，那你每2個禮拜就要更新一次，就代表你每2個禮拜就要求使用者要重新開機。如果是我身為使用者，我每2個禮拜就會被要求要重新開機，其實我覺得這會是一個不太好的使用者體驗。OK， 我了解了。那你可以總結一下你剛剛所說，提出一個綜合的方案嗎？好，那我的想法就是呢，一般的更新就跟着 Android release 的頻率走就可以了。Okay. 那如果有遇到比較 critical bugs， 那我們再推出比較及時、比較小的更新。我覺得如果可以這樣做的話，會是在 security、然後 privacy 和更新頻率和 server cost 上面一個比較好的 trade off。好，在你的設計中 ，Pixel 手機從 server 下載 OTA， 然後安裝並且重新啟動。那我們剛剛有說到，等等再來討論更新可能會出錯的情況。那現在可以請你講講這個部分，你有什麼想法嗎？我覺得如果更新失敗的話，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前一個可以動的版本。OK， 那要怎麼做到這件事呢？有一種方式叫 A/B partition。那所謂 A/B partition 呢，就是指我的手機有 A 跟 B 2個 partition。那我現在手機可能是跑在 A partition，但我的更新就載到 B partition。那等到下載完了，然後設定都做完了，那我就可以立一個 flag， 讓我的手機知道說，哦，好，下一次開機的時候，它要從 B partition 去開機。那如果 B partition 開機失敗的話，那它就知道它未來開機的話，它要退回 A partition 去開機。不過如果 B partition 開機成功的話，那它從此就知道以後都用B partition 去開機，那等到下一次要在下載更新的時候，它就變成改成載到 A partition，就這樣 A/B 不斷輪流。OK， 然後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就是這樣做比較不會影響使用者體驗，因為使用者在用手機的時候，他的手機是程式是跑在 A partition， 那他同時在下載，然後在做設定的時候是对 B partition 在做，不會因為在更新的途中他就不能用手機。我覺得這樣對使用者來說是一個比較好的體驗。OK， 好，那你能詳述一下更新後 A/B partition 的啟動流程嗎？好，我來畫一個流程圖來解釋。在回答的時候，應該盡可能清晰地寫出或者是畫出你的高階設計，這樣可以反映你對問題的掌握程度。清楚地解釋你的設計選擇，對 interviewer 了解你思考的深度非常有幫助哦。那我來解釋一下這個流程圖。首先呢，手機它會定期的去跟 Google Server 去檢查現在是不是有更新。那如果有的話，就會把更新去下載到目前的備用 partition。舉例來說，如果目前手機是在 A partition 運行，那我們就會把它載到 B partition。那接着呢，系統它就會在背景完成安裝跟設置。那完成之後，它就會提示用戶去重啟手機。那手機重啟之後呢，系統就會從新的 partition 去啟動。好，那如果手機退回 Partition A 之後，又無法成功從 A 啟動怎麼辦？能否主動提出 Corner Case 和 Complexity 都是評估的重點。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的話，那我覺得就只能退回最原始的 bootloader，然後進到 Recovery Mode。那我把這部分加到流程圖中。OK。
好，那我加了這2個紅字的 block。那當系統嘗試啟動失敗多次的話，它就會進到 recovery mode。OK， 好。那我們來討論一下另一個問題好了，就是我們要如何防止 Pixel 手機下載到惡意的更新軟體呢？要完成這件事的話，我覺得我們的程式要設計成只能跟 Google Server 去下載更新包。那所有的更新包呢，都應該要在 Google Server 上用他們的 private key 去 sign 過。那載下來之後，我們就可以在手機端去進行完整性的檢驗。那我們剛剛有討論到 AB partition 的設計嘛？那這個設計看起來蠻 robust 的，可是缺點就是很佔空間，對吧？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節省空間呢？AB partition 乍聽之下好像需要雙倍的空間，因為要 A 跟 B 2個一模一樣的 partition。對。但實際上呢，我們可以透過一種叫做 overlay 的方式去大幅的節省空間。它的做法是我們只有一個 partition，那我們在下載更新包的時候，我們不會真的把新的更新直接寫進那個 partition， 而是把差異的地方寫到一個特定的位置。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AB partition， 原本好像是有2本書，那實際上我們用 overlay 的做法呢，就是其實只有1本書。那我只有在需要更新、需要改动的地方，我就貼一個便條紙，寫說我要更新什麼，我要改動什麼。通過這樣的方式，其實我們就不會需要雙倍的空間。那我們之前有討論到 OTA 跟 cost 的關係，說頻率高的更新會增加 cost 嘛，對不對？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這些頻繁的更新，節省更多的 cost 的呢？如果要再進一步減省 cost 的話，我會選擇的做法是讓更新包變得更小。因為剛剛有提到，如果我們是要針對頻繁的更新去做優化的話，既然更新很頻繁，那就代表2次更新之間的差異可能不大。那差異不大的話，其實透過 XOR 的方式，我們就可以讓這產生出來的更新包裡面有很多很多的零。但很多很多的零在做壓縮的時候，壓縮率是可以比較高的，那整體的更新包就会變得更小。由於有時很難判斷你的解決方案和解釋是否已經達到足夠的深度，我們鼓勵你隨時向 interviewer 確認，看看他們是否還有其他的問題。那想問一下，還有沒有哪一部分需要我再進一步說明的嗎？目前應該是不用，我有足夠的資訊了，而且時間也差不多了。那今天的面試就到這裡吧，謝謝。謝謝。剛才這段對話展示了 System Architecture 面試的幾個關鍵原則。高階架構優先 （High Level Architecture First）。在問題簡化到一定程度之後，我們需要從頂層設計構思整體流程和主要組件，例如 OTA 更新的生命週期步驟，或者是 AB 分區的啟動流程圖，都屬於高階架構設計的範疇。在回答的時候，應該盡可能清晰地寫出或者是畫出你的高階設計，這樣可以反映你對問題的掌握程度。深入探討與技術深度 （Deep Dive and Technical Depth）。Interviewer 會引導你深入某個特定的技術點，例如 OTA 更新的演進，從單一分區到 AB 更新，再到虛擬 AB、惡意軟體防範機制以及儲存優化技術。你對這些技術的理解深度，以及是否可以主動提出邊緣案例 （Corner Cases） 和複雜度 （Complexity） 都是評估的重點。當你提出一個優化過的解決方案，這就反映了你的技術深度。權衡分析與設計選擇 （Trade-off Analysis and Design Choice）。系統設計問題通常沒有標準答案，而是充滿了權衡。例如 ，OTA 更新頻率的選擇、安全或者是功能交付，以及從傳統 AB 到虛擬 AB 的演進，都是在儲存空間和可靠性之間的權衡。重要的是，你需要清楚地解釋和捍衛你的設計選擇，讓 interviewer 了解你思考的深度。舉例來說，電動車的輪圈設計趨於扁平，是為了降低風阻，但它犧牲了美觀。時間管理與效率 （Time Management and Efficiency）。在面試中，有效率的推進討論非常重要。當你感到卡關時，要透過提問來獲得提示，或者是解除阻礙。Interviewer 也會根據你的進度來調整問題的深度和廣度。積極溝通與 Think Out Loud。這是一個高度互動的面試過程，不要只是在腦中思考，要把你的思路、假設和解決方案的每一步驟都說出來。重要的是，你需要清楚地解釋你的設計選擇，讓 interviewer 了解你思考的深度。工具使用，熟悉使用 Google Docs 和 Google Drawings 等工具來呈現你的設計。好的，今天的模擬面試環節就到這邊，感謝 Engineer 的精彩表現。
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助大家更好地理解 System Architecture 面試的精髓。最後，給所有準備 System Architecture 面試的大家一些重要的提示：熟悉工具，熟練使用 Google Docs 和 Google Drawings， 有效時間管理，透過提問來明確問題的範圍和需求，避免卡關；清晰闡述高階設計，將你的高階設計步驟清晰地表達出來；堅守範圍，確保你的回答在 Interviewer 界定的問題框架之內；有策略的優化，不要為了優化而優化，除非你有充分的把握或者 Interviewer 有提示；持續互動與 Think Out Loud， 將你的思維過程口頭表達出來，並且清楚地說明你的假設，確保你和 Interviewer 在同一個頻率上。以上就是我們對面試的提醒，希望對大家有幫助。